听到叶晨的问题，杜恒下意识地皱起眉头。他思忖片刻，恭敬说道：左军都督府所有的死士驻地都已经完成了大换血，换血规模很大，是数以万计的人员调度。现在已经确保所有骁骑卫和死士都不能与自己的家人在同一个驻地，这种调度只有大都督亲自下令才能实现，而且因为需要几乎所有的部门一同协调，动作太大，可能瞒不住英主。叶晨知道杜恒不可能撒谎，所以这么看，想把已经彻底打散的几万人重新拼凑回去，工程量必然极其浩大，说不定还真有可能会引发吴飞燕的关注。于是叶晨也只能暂时作罢，是否营救这些死士和骁骑卫，只能等以后再从长计议。现在自己倒是没有必要继续深耕左军都督府，毕竟还要等罗斯柴尔德家族把油价再推到一个新高度，让左军都督府在这个人为的行情里大赚一笔。只要瑞秋盖蒂能够成为左军都督府最信任的书生，将来就有的是机会慢慢收拾他们。于是他告诉杜恒，以后你每天都要跟瑞秋盖蒂联系一次，如果我有命令吩咐你，瑞秋会帮我转达，届时你一定要全力以赴，明白了吗？杜恒不假思索地恭敬说道：在下明白。叶晨点点头，吩咐他现在送我靠岸，然后你就可以回去了。杜恒立刻照办，将船在最近的地点靠岸。叶晨下了船，便直接给史蒂夫·罗斯柴尔德打了一个电话。史蒂夫很快便安排一辆防弹的凯迪拉克来到叶晨所在的位置。车停稳后，叶晨开门上车，林婉儿正一个人坐在后排，见叶晨上车，便关心地问：公子事情办得如何了？叶晨微微一笑，说：办妥了，你不是还想去哈佛吗？不如让史蒂夫安排飞机，我们先去马萨诸塞州。林婉儿问叶晨：迈阿密没有要办的事了？叶晨点点头，说：后面要先等一等，等史蒂夫来运作。林婉儿轻轻点了点头，微笑道：既然这里没什么事，那奴家便听公子吩咐了。叶晨掏出手机，给史蒂夫打去电话，让他给自己安排私人飞机，以及落地马萨诸塞州之后的下榻酒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产业遍布全美，哈佛作为美利坚最顶尖的学府之一，自然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培养下一代的摇篮。他们在这些藤校内部和周围都有很深的耕耘。不出叶晨所料，史蒂夫接到叶晨电话之后，便立刻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我们家族在哈佛大学校园内就有一个私人会所，那个会所明面上是高端老校友的私人会所，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家族的自有产业。那里有客房，您二位可以在那里落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会为您二位。叶晨嗯了一声，道：这样最好，你来安排吧，我们现在就去机场。没问题。防弹车立刻载着叶晨和林婉儿前往迈阿密机场，护送两人直接登机，乘坐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飞机前往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而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已经派出驻扎在华盛顿的特殊说客前往白宫。为了不让外界知道太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直系成员以及他们明面上的高层管理人员几乎很少与白宫有直接接触，都是通过悉心培养的说客来进行游说。这些说客本来就在白宫挂职，有的是某个办公室的文员、助理，或者某个部门的副手，但这只是他们明面上的身份，实际上他们每天去白宫上班就是进去挂个闲职，为的是一旦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事需要跟最高层沟通，他们便会直接代替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大统领会面。大统领工作日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白宫内部，
2楼的私人住宅区就是现任大统领的第一居所。大统领在白宫过夜，自然也有很多工作人员在白宫值夜班，所以史蒂夫一个电话打过去，就立刻有正在值班的水客前往2层私人住宅区面见大统领。最近的霍尔木兹海峡局面扑朔迷离，像极了3岁小朋友的脸，阴晴不定，一会哭得伤心欲绝，可下一秒又能带着眼泪和鼻涕泡开怀大笑。世人只觉得那地方属实棘手，局势也确实不好处理，但实际上这孩子哭和笑完全取决于美利坚。美利坚就像一个无形的大手，想让这孩子哭就掐他一把，想让这孩子笑就挠他痒痒肉，所以哭也好笑也罢，完全看美利坚的意愿。那些食物链顶端的人想做空，那只无形的大手就会挠得对方哈哈大笑，油价降低，空头获利。而当那些人想做多的时候，那只大手也会掐得对方哇哇大哭。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说客将史蒂夫的想法传递给大统领的时候，大统领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反正他的外围家属和白手套都能得到第一手的消息，从而赚得盆满钵满。既然罗斯柴尔德家族有需求，那就不妨拉高一下行情，大家一起赚点钱，还能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顺水的人情。在叶晨和林婉儿抵达哈佛大学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说客已经与大统领达成共识，将在3天之后发动新一轮的袭击，来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程度。届时，国际原油的价格便将迎来一轮恐慌性的大涨，而左军都督府的效率也很高。吴永镇把手头能拿来运作这次行情的钱分成了3份，准备在3个不同的领域做多原油。一个是伪造假合同，把自己麾下产出的原油趁着现在的低价全部售空，甚至把未来一段时间的产能也提前卖出去。这样操作是为了抢占原本该上交给珀钦会的那部分原油所能带来的增长部分。具体的玩法是自己用自己的壳公司买左军都督府明面上产出的原油，然后自己先自掏腰包把这部分货款付掉。现在价值1亿的原油，说不定过几天就价值1亿2千万，这2000万就落到他的口袋里了。另一个领域就是从盖蒂家族手里拿即将到港的原油，也是几天之后就能够立刻高价出手。剩下的一部分他拿去期货市场上了杠杆做多原油，太大的投入他担心会被庄家拉爆仓，但低调一点搭车赚钱的话，风险自然就小了许多。3天之后，就当叶晨陪着林婉儿在哈佛大学下榻小住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引发冲突，美利坚率先发动一轮空袭，而波斯也非常识趣的立刻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消息一出来，原油市场当天便立刻开始了新一轮的暴涨。当吴永镇看到新闻和原油价格的曲线图时，他整个人激动无比。激动不只是这次赚了很多钱，更重要的是他知道瑞秋盖蒂将来一定会成为自己的财神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自己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